你敢信嗎？人類最壯觀的航天時刻是發射，但是最難的往往卻是回家。如果現在給你一張前往太空的船票，你會在什麼時候害怕？是火箭點火的那一刻，還是衝出大氣層的那一刻呢？我敢說，很多人都會選發射那一刻。畢竟幾十層樓高的火箭立在發射台上，腳下是數千噸推進劑，發動機噴出的火焰溫度超過3000°C，怎麼看都像最危險的環節。可對於航天工程師來說，真正讓人捏一把汗的，很多時候不是出發，而是回家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飛船都已經完成任務了，為什麼回家反而更危險呢？這麼說吧，因為返回地球的時候，飛船要面對一個看似普通卻極其可怕的東西——空氣。沒錯，就是我們每天都在呼吸的空氣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神舟飛船或者龍飛船返回的畫面時，都會有一個疑問：為什麼飛船看起來像着火了一樣？整個返回艙被火光包圍，像一顆燃燒的流星劃過天空。而火箭發射的時候，發動機明明噴着幾千度火焰，艦體本身卻安然無恙，這到底是為什麼？如果讓我用一句話解釋，那就是火箭是在離開空气，而飛船是在撞向空氣。雖然只差幾個字，但結果天差地別。先說火箭，火箭發射後速度越來越快，但與此同時，周圍空氣也越來越少。等它真正達到高速的時候，已經飛到幾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高空，空氣稀薄的接近真空，所以即便速度很快，產生的加熱也相對有限，所以艦體也不會燒成火球。可飛船返回的時候，情況正好相反，它從接近真空的太空環境一頭扎進越來越濃密的大氣層，而且速度快得驚人。國際空間站繞地球運行的速度大約是每秒 7.9 公里。請注意，這裡是每秒，不是每小時。你讀完我剛才說的這句話，大概要用3秒鐘，而在這3秒裡，飛船已經飛出去20多公里，差不多相當於從廣州塔一路飛到白雲區，這就是飛船回家時的速度。接下來，最容易被誤解的地方來了，很多人以為飛船變成火球是因為和空氣劇烈摩擦，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準確。現代航天工程更常用的一個詞叫壓縮加熱，什麼意思呢？你小時候如果給自行車打過氣，可能會發現一個現象，連續快速打氣之後，打氣筒會變熱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空氣被壓縮了，空氣一旦被快速壓縮，溫度就會上升。柴油發動機也是利用同樣的原理工作。飛船返回地球時，這個過程被放大到了極端程度。由于速度太快，前方空气根本來不及散開，大量空氣被擠壓在飛船前面，形成一道高溫激波，溫度迅速飆升，空氣被加熱到發光，甚至變成等離子體狀態。所以這裡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實，你看到的那團火最先發光的其實不是飛船，而是空氣。那麼溫度究竟有多高呢？以低軌道返回為例，返回艙迎風面的溫度通常可以達到數千攝氏度，某些區域甚至接近上萬攝氏度。作為對比，太陽表面的溫度大約是5500攝氏度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飛船回家的路上確實要穿過一片比想象中更加熾熱的區域。看到這裡，很多人又會產生新的疑問：既然溫度這麼高，那宇航員為什麼沒事呢？答案就在返回艙底部那層不起眼的材料上。很多人以為熱防護層最厲害的地方是不怕燒，但實際上恰恰相反，它最大的本事就是願意被燒。以神舟飛船和阿波羅飛船為例，返回艙底部覆蓋着專門設計的燒蝕材料，當高溫襲來時，這些材料會逐漸分解、碳化、蒸發，在犧牲自己的過程中帶走大量熱量。說得更簡單一點，它們就像一道主動衝上去擋子彈的盾牌，外層一點點消失，裡面的人才能平安無事。所以每次飛船返回之後，你都會發現返回艙外表黑乎乎的，甚至有些地方看起来傷痕累累。但對於工程師來說，這反而是好消息，因為這說明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說到這裡，我越來越覺得，航天技術裡最容易被低估的發明之一，不是發動機，不是導航系統，甚至不是計算機，而是這層幾十厘米厚的熱防護材料。因為沒有它，人類或許能夠飛向太空，卻未必能夠回得來。
小時候我們總覺得飛向宇宙最難，長大後才發現，真正困难的事情往往是回家。对於宇航員如此，对於飛船如此，对於很多事情其實也是如此。那麼如果未來有一天你真的有機會去太空，你最期待的是火箭升空的那一刻，還是飛船平安落地的那一刻？歡迎在評論區聊聊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